那你买这栋透天啊，你是花了多少？然后贷款多少？我买到这个透天算真的很幸运，因为我看了60间透天，所以房子最少70坪，5层楼，有电梯。我们先不要讲装潢，其实我买到好大概在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样玩。Hello， 对，我们今天要来拍摄一个主题是果酱问，我来回答。没错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是会针对我住了一年的透天，刚好3月份，所以应该3、4月份买一年又2、3个月了。然后最主要是因为住透天买房，你们应该也知道台湾的现况，那个房价真的涨到太夸张了，大家都很辛苦。然后包括各行各业的疫情之后，其实景气并没有回升，包含我们自己婚礼产业，大家可能都改为登记了，或者是就是不宴客了，所以其实连婚纱搞不好也不拍了。我们一直以为想说，12年后会不会再迎来一次龙年的荣耀高峰？对啊。你那时候有经历过龙年的荣耀吗？有啊，我没有，我是刚好在100年后才入行，所以我可能是隔年的尾声，或者是100年后，所以其实也会觉得说，买房真的很辛苦。OK， 一样要记得订阅我们小铃铛，然后加入我们社群讨论都可以，不管是电动车的也好，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留言一些你们想要知道的。买房的或者是装潢的，不管是各行各业留言给我们都会乐于回答。好，来第一题。第一题就是你之前是住公寓，对，然后现在搬到透天，1年多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公寓之前住3房2梯，住在，因为我以前是921的受灾户之一，所以我不是很想要买高楼层，那我会很害怕。那买公寓的话，我那时候一直锁定1层2户，因为我不希望1层4户、6户、8户，我觉得太吵了。再加上电梯它起起落落，一定会增加公用电费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会避开2楼，就公寓的2楼或者大家公寓的2楼或透天的2楼都说会有粪管的转折处，那很容易阻塞，所以2楼的房价可能相对的没有那么好。当然新的工法是完全都没这个问题了。所以我会觉得买一个3楼1层2户啊，我也找到了，然后我希望环境是很清幽，采光是很充足。那公寓最喜欢的地方是扫地机器人可以一次扫整个楼层，你真的也不太会需要去扫说，因为如果你住透天的话，其实它会这边扫一扫，那边扫一扫，然后你要换楼层。那如果你的透天又没有电梯，那你就要自己打扫。那你就要搬着扫地机器人，用搬的走楼梯，那真的太累了。那现在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把扫地机器人推进去电梯里面，移动到其他楼层，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了。然后，所以这2者的话，透天很容易买5个垃圾桶，5个马桶刷，打扫很累，然后5个天花板，然后蜘蛛啊，然后超多窗户啊，然后也担心漏水。公寓就是你有付管理费。有人帮你倒垃圾，我们这边倒垃圾还蛮方便的，你也可以自费请人家来帮你提着垃圾去倒。我这是邻居教我的，1个月花个500块就有人来门口帮你倒垃圾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，买透天的话，就是你的空间变大了，相较于公寓，可用的空间比较多，但是打扫起来比较不方便，会比较辛苦。对，因为其实坪数是一样，天花板大小也一样。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每一层楼的独立性会不一样。因为其实如我买70坪的透天跟70坪的公寓，那个东西其实都是70坪，但是使用上面就不一样。因为你住70坪的公寓，那你可能在某一个房间书房听音乐打电动、看电影，可能家人已经在凌晨熟睡了。那他可能就会听得到这些。可是如果我今天在2楼，我的1楼车库，2楼是饭厅，那我在饭厅这边看电影、打电动，其实我的主卧3楼或者是4楼，其实是听不太见的。这个声音其实是听不太见的。纵使有，只要隔1、2个楼层，我觉得都听不太见，除非你在地板上面
蹦蹦跳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。对。然后真的越高的楼层，其实坦白讲，采光越好。4楼、5楼的采光，3、4、5采光也很好。其实我们现在你们常常看到我们的拍摄环境，这个是2楼，所以你会发现摄影师有一个职业病，就是选采光比较好的。所以不管我今天住几层的，我都希望采光好。好，第二题，那你再分享一下当初买透天最主要的几个目的？其实我一直都是公寓控，就是我从小到大我也只有住过公寓，所以我很习惯住公寓。坦白讲，所以我觉得住公寓对我来讲是很舒服自在的一件事情。我缴管理费，然后到一个地方有垃圾桶、有喷烫、有管理员帮我收送气。那换成透天，其实我觉得透天我会把它设定在有长辈、有家人、有小孩来跟你一起居住，那大家的生活起居的习惯会不一样。因为你住公寓，就是我讲的，你半夜出门或半夜回来，那婚摄的工作有可能是凌晨出门、凌晨回来嘛？对。那我觉得会影响到他们，我们开关门就会影响到他们。装充电桩。这很方便，因为电动车嘛，公寓大楼你看很容易被人家曲解跟误解。集合式住宅就是大家都有一张票可以投要或不要，然后来决定你能不能使用充电设备。那我觉得累了啦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努力的去找透天，有找到有电梯的透天。对，那移动楼层上的话，其实很省钱。最爽的想到了。露营装备跟摄影器材再也不用提在某一个电梯口，然后停上器材的时候还要被路过的正义魔人的住户看着你，陈先生你停太久了吧？然后我心里想，他妈的，我才来10秒不到，2分钟不到，你跟我讲说我停多久？我上个器材搬器材，我要先搬进去电梯。因为器材很多，我们没有办法拿那么多嘛，所以以前住公寓的时候，我就会用一个报纸纸卡把电梯缝那个弹片卡住，然后我再这样搬录影的装备跟摄影器材，然后搬完之后，我就很像搬家公司，然后把那个纸卡拿下来，然后接下来这时候转乘到1楼地下室上器材。可是如果我车位买在 V2 呢，那很多的。公寓大楼有可能是你要到 V1， 然后你转乘到你 V1 你走出来走到其他楼层的电梯，你才可以转乘到 V2 或 V3。那是不是我就一定要先把我的车子从 V2、V3 开到我 V1 的电梯口？那很多社区它并没有一个规划一个公有的一个车位，让你在旁边卸货什么之类的，你就要停在车道，所以其实会让人家不舒服跟白眼。那我现在在1楼，我车停进来之后，我东西下一下丢一丢，放在1楼，我人就出来休息。我可能过个1、2天，我再把它提进去电梯。可能淋到雨，我的器材设备淋到雨，那我需要一个阴干晒干的地方，我就丢在1楼车库，多方便。爽，这一点我真的很有感，因为以前我去你家找你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要帮你搬器材，我就在那个 B1 那边等你，然后你搬到你家之后，然后再下来，等一下至少要搬个3趟左右，每次最少都3趟。对，然后我们还不过这有个优点也是缺点，你的露营装备就会重新换一批，越换越小，所以我们搬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因为东西越来越少。可是你就会还是会觉得不好意思啊，因为给人家占用电梯。因为有时候住户也要用，虽然我楼层那一栋的楼层比较少，那如果你今天你那一栋楼层是超高20几层，那是不是就变成大家都在等你的用电梯这样子，也是很麻烦的。所以其实关于这件事情真的是还改变蛮大的，就是会有一种很踏实感，也不会再度打扰别人啊。对啊，这一点真的不错。甚至你停到自己家里面来，你现在不想搬也没差，你上去楼上休息一下，再下来搬也可以。对啊。分享一下我的电费哈，电梯，然后还有我用电热烘衣机220的，然后我用220的洗衣机，4楼跟5楼的电力都是用1颗电表，你猜我2个月的电费多少？电梯每天用1楼到2楼我也坐电梯，懒嘛，对不对？然后
然后4楼、5楼，4楼、5楼比较少，除非有摄影棚、有拍照、有拍全家福。然后4楼的部分就是基本上书房修图，然后5楼就是洗衣服、烘衣服。那你觉得2个月吗？220店，1000，再低，真假？对，真的很低。800，没有，600。太扯了吧！2个月哦，2个月，所以你们都说比较花钱，其实也没有比较花钱啦。我们算700好了，也没有比较花钱，而且我还没有用到什么特别的电价需求，也没有，因为真的使用量很少。对，所以我一个公寓空换到透天，其实会很焦虑，因为打扫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方便，然后收送信其实还好，你用一个收发章，其实邮差都会帮你盖那个收发章，你也不用特别等他们也很轻松自在啊。反正你邮箱就锁起来嘛，你让他盖完收发章，他投进去这样就好。然后寄包裹的部分有电到店、全家、7、莱尔富 OK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酷的，管理员就会被取代掉，因为他就寄电到店就好了。你知道连货运公司新竹货运、大龙货运。如果你不在家，他有跟超商配合，他就可以寄放在那边的超商所以我有大型物件，新竹货运来，进商，你有什么湿纸巾啊，好事多的什么一大堆大箱的，我说我不在，然后他就会帮我放在最近的便利商店，或者是我就用智慧居家，我打开铁卷门让它塞货，这样就好了，其实都很方便。OK。但是我想那个缺点，倒垃圾。倒垃圾这件事情刚刚有提到，但是我还没这样做。就是街坊邻居的阿姨啊、太太、欧巴桑、阿公阿嬷，你只要1个月给他500，他就愿意帮你倒了。或者是真的有这样的清洁公司，他就派一个人来帮你倒垃圾，帮你提垃圾去倒垃圾。他也不是载走，他真的就骑摩托车来帮你倒垃圾，那1个月500就结束了。对啊。所以我觉得克服了蛮多啊，对。那你买这栋透天啊，你是花了多少？然后贷款多少？我买到这个透天算真的很幸运，因为我看了60间透天，所以房子最少70平，5层楼，有电梯。我们先不要讲装潢，其实我买到好大概在靠近2000，但是不到2000，就2000还有找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你还会有。房屋税嘛，土地税、中介费嘛，中介一买一卖，其实那都是我自己出的钱啊。因为你看，建商也是拿我的钱去付给中介，委托他卖房子的费用嘛，然后我是给中介委托他帮我找到房子、买房子的费用嘛，所以买跟卖的中介其实都是我出的啊。所以其实弄夯不啷当，你就算个2000好了，啊，再加上装潢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幸运，就是刚好房市微微下去，然后我又找到这一间。因为真的有养猫咪，所以短期租公寓都没有人要租你哦。东西又那么多，要搬2次家真的很累，所以我就很努力找房子，拼了老命在找，就找到了。那房子装潢的部分可能300-400万跑不掉。哇塞！对，我们算300好了，你不要跳到400。而且我这个还是我重点加强，就是厨房整个打掉重做，也不是打掉重做，厨房整个退掉重做，我设计成我自己要的方式跟规格，然后还有空间收纳，板材也好，珐琅壁板啊 ，ASCO 洗碗机啊，蒸烤炉啊，然后还有很厉害的中岛食材台面，我觉得其实也很谢谢各位。当初跟我有长期合作的厂商，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在网络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跟流量。那其实我常常会使用过一个产品，我觉得很好用，然后也物超所值，也非常耐用，我才会去推荐给大家，因为大家用起来才很安心。那我以去年来讲的话，弄可能2300、2400是跑不掉的。对啊，真的很硬，而且都要纯现金。装潢你想要跟师傅杀价，师傅就不来你的暗场的啦，因为他一定挑价金高的暗场先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
智慧家电啊，好用吗？说到智慧家电这件事情，其实我本来就很有兴趣，然后但是因为不得其门而入，后来我就一直研究这件事情。那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原因，是因为透天一旦忘了关电灯、关冷气、关一大堆哩哩扣扣，或者是防小偷，有人打开破坏你家的窗户，或者是偷偷跑进来你家，可能你在1、2楼装个铁窗，基本上就解决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漏水了，对不对？漏水，然后忘了关灯，忘了关冷气，这个怎么办？很麻烦。对，那之前住公寓的时候就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大家都出去了，我就把所有的家具放到桌子上、椅凳上，我就开始启动扫地机器人。那这时候我就会去思考说，扫地机器人在透天来讲的话，只能实现它置放的那一层楼。如果假设是2楼，那我就是扫2楼。那如果我忘了关灯，这常常遇到，真的是常常忘了关灯。如果我5楼忘了关灯，忘了拿东西，我又要从1楼冲到5楼。那如果我出国呢？对不对？我出国，我不在家，所以你问我智慧家电好不好用？其实坦白讲，很好用，超好用。对，如果真的想要看我拍这一集的话，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就拍出来。然后智慧家电省不省钱？很省钱。你看我刚刚讲的那个电费就知道了，超级省钱。它会自动的帮我开跟关，我已经写程式写成这样，写它的逻辑，写它的编程，会非常符合我的生活使用习惯。所以果酱，你觉得智慧家电对你来讲，在我们家你有感受到什么吗？第一个感受就是你从外面进来之后，你不用自己开门，你只要对着手机遥控贴门就开了。说到这个，除了遥控之外，它所谓的果酱所谓的遥控是我喊一声 Hey Siri， 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你看你就触发 Siri 了。然后就是我一切都用讲的，甚至我还可以写靠近我们家就触发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太危险，因为有时候我只是在附近绕一绕买东西，总不可能太靠近然后它就触发。然后果酱刚刚有讲到的说，智慧家电让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，我可以用 Face ID， 所以所有人even连果酱来我们家，他都刷脸就好了，所以连磁扣什么都不用带。基本上我出门，我带一只手机就好，或者带一个 Apple Watch 就好，甚至什么都不用带，因为我就是刷脸就可以进入我们家的门，就等于把你全部的电器都整合在你的手机里面了。对，其实是这样子，那也可以。可以让我帮你拨打紧急服务中心或你信任的人。因为他觉得我遇到意外了，所以他说他要帮我打电话求救。OK， 好，那其实基本上的话，智慧家电一定好用，但是要选对品牌。那我选的是 Aqara。那 Aqara 这个品牌的话，有经过苹果认证，我相信在隐私权的部分会受到很棒的保障。OK。我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金钱的问题，就是你买了房子之后，你觉得你的消费能力影响多少？其实一直很犹豫这件事情，因为你买房势必你贷款金额增加，你生活能力或者是现在景气不好，你本业收入也不好，你就会很害怕，因为又重新背了一个30年、40年，那每个月也是缴那么多钱，缴个几位数？我不吃不喝6位数，算10万好了。天哪！对啊，算10万真太可怕了，还蛮可怕的。对啊，不吃不喝，没办法啊，房子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也没有乱花些什么，我只是把家里的硬体或软件，我家连沙发都没有，我只有为了摄影棚拍照买沙发。可能也不需要沙发啦，坦白讲，可能也不需要沙发，因为楼层那么多，也不见得一定要用到沙发。可是我就是很重视厨房这个区块，所以我就把厨房弄好一点，可以自己煮东西，来家里放松。然后真的消费能力坦白讲，不太敢去外面乱花什么东西，点套餐也是点最 OK 的，不要像以前一样大吃大喝，然后薯条不能加大。
薯条加大也没有用啊，薯条加大好像也才多那几根，所以薯条不要加大。然后就是，当然你一定会思考的是说，如何买一个东西，用什么方式可以用最便宜的方式、最经济省钱的方式去入手它。那也可能会去找一些二手良品或者是原厂拍卖会。因为你还是要看机控嘛，它毕竟它可能是展示机，那用这种方式来省一点钱。那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低于7折或6折，我一律都不建议买展示品或二手良品。要记得哦，我讲的7折到5折，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入手价。那再便宜的，有可能它真的就有瑕疵故障，原厂不修而已。那你买回来没多久，你就要报修了。所以消费能力有没有下降？有。买东西其实我本来就其实蛮省的，但是我要花的时候，我真的会花很大笔。所以果酱其实常常大家都会良性的提醒我，这个有必要花吗？像那时候我们录影的时候，黑尼诺斯那个枯叶帐篷，我们就买20几万。所以人生有时候就是一种解成就，解锁了就赶快卖掉，曾经游泳过就好了。但是你也要去衡量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曾经游泳，谁会去买帐篷买20几万？对啊，那个太贵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曾经也迷失过，我曾经也觉得，后来就是果酱也会说，我不希望你因为频道的关系花了那么多钱。对，他有压力，我也会有压力。他会觉得说啊，那这样我花20几万，他不要花20几万。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。我觉得啦，因为我们常常在拍一些开箱的影片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我们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，我们都还没有因为这个频道赚到钱，然后就一直花钱，一直花钱。可是真的 YouTuber 就是在某部分真的也是用钱堆出来，我们又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又没有这个有奶就有量，你们自己也知道啊。我们就没有，我们两个就是2个大男生呢，帅帅的大男生，我要特别讲帅帅的大男生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用心在拍这些东西，然后尽我们所能的用我们身边生活周遭的器材，然后还有资源去拍，尽可能的不要因为拍摄一个主题去买它。可是因为有时候真的，我有时候我也很苦恼，就是你有一些东西你没有长期使用，像一辆电动车，你没有长期使用，你没办法真正知道它的优点或缺点。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提供很多成功的经验，那也希望你们可以听到我们曾经挫败或失败的经验。没错，不要再去踩这个雷。对啊，这是最主要的目的。OK。好，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咯。没有了，没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先不要有一个你想要赚钱或什么，我觉得那个都是赚到自助而已啦。就是你以后买卖掉，你就是这几年你缴的房贷，你就是把它赚回来这一笔。你说增幅真的会增到哪里去？然后你自己去查一件事情。空房率或者是房屋持有率，然后再除以我们台湾的人口，所以一个人至少有2间房，所以台湾人多爱买房，所以不要再去有那种买房一定暴赚啊，买房一定涨，买房一定赚。我觉得新青安这一波出来4年后、5年后会有很多问题产生的，一定会被割韭菜。对啊，一定会。很多时候并不是你 all in 在房子上面就一定会赚，可是你每天睡在一个你很开心的环境、很放松的环境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不管你今天买公寓也好，或者是买透天也好，给各位一个很中肯的建议，不要把自己的预算 all in 到底。假设你真的只能负担2000万以内的房贷，你就回推2000万以内的房贷，你去算30年、40年，这个月还款金额你可以负担，你不会那么不舒服，不会那么累的时候，你再出手。那如果不行，你就退而求其次，你去买1900、1800甚至1500，那房子的形态一定会随着这个金额选择性开始变少一点，因为有钱人买房子跟我们
没有钱的人买房子跟真的很没有钱的人买房子的买法是不一样的。没错，他们可能就是看增值物件，看投资地段。那我们买房子是真的为了自住。那我为什么后来会决定买新的？讲一个很坦白的，我的现金存量也不够。那现金存量不够的时候，我去买中古屋，我就可能要装潢，要很怕封板啊，有可能漏水啊，马桶可能要换啊。那我是不是相对的钱，我可能真的住远一点，我开车通勤，然后我买全新的，我只要维护它，我不需要拆掉它、破坏它，再重新装潢它。所以我买新的物件，我至少我只要好好的保养维护它。我不需要多一笔钱去维修、拆除，然后做功课，然后又要叫料，师傅要重叫，师傅又要排工班工期。我觉得其实你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也知道，大家都很想要买那种10米路、12米路、16米路，马路越大越好。但是相对的，土地就是那么少。那不管你买什么，记得不要让自己不开心，然后很有压力。这个是真的，做了1年多后，有时候都在想，睁开眼睛又要缴房贷了，钱要从哪里来？婚礼婚摄的状况又越来每况愈下，所以拜托我的客人，如果你们愿意推荐我们婚礼跟婚纱的话，请持续推荐。对，真的，我们这个产业真的是做了10几年来，真是康荡到一个地步，真的是老本都快吃完了，吃完又快吃完了，我还要背一个房贷。对啊，买透天这个空间还可以当做摄影棚，所以其实我都会希望把我的空间可以利用最大化。对，利用最大化。就是偶尔大家拍个全家福啊、孕妇照，我们不用出去外面人挤人，我们想拍多久就拍多久。到目前为止，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跟想法，在下面留言咯。好，记得订阅我们小铃铛，开启。就这样咯，拜拜，拜拜。